这个月初，中国官方公布了20项防疫优化措施，打算降低他们防疫的强度。中国人不断做核酸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20项防疫优化措施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从疫情大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维持强硬的清零政策，维持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的政策目标。许多的城市规定，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持有72小时内的阴性证明。那就算不出门每个礼拜民众们呢，也都还是要至少做一次核酸检查。而在生活大受影响之下，各地都发生了很多的官民冲突。面对这些民怨，11月初，中国政府宣布推出20项防疫优化措施，决定缩短隔离天数，并减少核酸检测的次数。官方甚至表示将会排除1天2检、1天3检等等不科学的做法。消息一出，国外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对外释出讯号，显示他们原本坚持动态清零的立场已经开始要软化了。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是的话，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打脸自己，决定放宽？而他们开始放宽之后，各地的执行状况又是怎么样呢？在正式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行销人员吗？是否曾经想过怎么让自己的品牌在茫茫的广告媒体当中吸引到大众的目光呢？或者有些的产品服务需要把抽象而且复杂的资讯有脉络的解释给消费者呢？或许你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哦。简易设计长期为企业制作形象动画，用创意有温度的故事传递核心价值，而且50% 以上的观众会因为动画而提升对于品牌的好感度。另外也有专业的解释型动画，透过视觉的转化，一步步让受众了解产品的功能或服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从前期计划到影片制作，帮你规划好一条龙的流程。此外呢，如果你还有像是其他的 logo 动画频道片头，只要是跟动画设计相关的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哦，价钱都好谈。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宣布松绑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跟人民的冲突真的太多，官方担心这波民怨会带来冲击，所以才被迫松绑防疫的强度。例如今年的9月，四川发生了大地震灾难发生的当下，就算是房子剧烈的摇晃，民众还是被要求绝对不能够离开建筑物。而地震发生过后，当地的道路、通讯、电力系统全部都严重的受损。为了抢救严重的灾情当局出动了超过6000人投入救援行动，但所有的救援人员每天也都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核酸检测。很多当地人气的痛骂政府地震来了不能逃就算了，黄金救援时间只有72小时，有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生命垂危，结果救援人员还要先做核酸才能够救灾，会不会有点太超过？那除了四川以外呢，今年的11月，兰州也有另外一个引起群情激愤的事件，有小男孩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昏迷不醒但因为封控政策，家人不能够直接把孩子送到医院，他的爸爸到处哭求社区人员帮忙，结果工作人员不但没有帮忙，还要求爸爸出示最新的核酸检测结果，导致男孩延误送医小男孩不幸离世。不少的中国网友痛批呢，政府为了坚持清零政策，罔顾了很多民众的生命安全，不懂这种封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且官方这种严密的封控政策，除了一般民众之外呢，就连大企业的运作也受到了影响。今年的10月初，富士康郑州厂陆续传出疫情，当局封控了整个厂区，数万的工人被关在宿舍，以8人1间房的这个住宿条件来说，不止生活空间很小，也有不少人更担心宿舍会出现密集传播。那当病例逐渐增加之后，封控的管理又越抓越紧，但当地的食物还有药品供应都不够，也没有妥善的安排治疗，所以很多工人呢决定冒险翻墙，离开工厂，徒步返乡，在马路上面形成了长长的人龙。那有些人事后回忆宿舍区管理大乱，找不到人反映，即使公司加薪，他也坚决不回去，因为那样的环境实在是太没人性了。不过，因为富士康的产值过去可以帮郑州市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所以这样子严格风控的结果，也连带的影响到了郑州市的经济发展。所以有国外媒体认为现在中国开始考虑松绑防疫规定的理由，并不只是因为很多民众不满，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可能是关键的原因。今年的5月开始，中国常态的进行核酸检测，甚至要求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必须让人在15分钟的路程内就可以做到核酸。像是上海跟北京等等的大城市，就因此建置了超过上万个检测站。这些检测的成本大部分是由政府来买单，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政府单位的资金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继续支持检测工作的相关开销，有些省份甚至开始挪用其他公共项目的预算，有些城市甚至减少公务员的薪水。而不少国外媒体点
出这种大规模强力封控的结果，除了花钱如流水之外，也让整个国家的经济严重下滑。几十个城市被封锁，再加上各个强力的防疫要求之下，中国的投资吸引力下降，国外企业把资金转到其他的国家，也导致中国的小企业纷纷倒闭，今年的失业率飙升。有投资银行就预测，今年中国全年经济成长率有可能是近半世纪以来最糟糕的表现。因此，外界普遍推测，中国政府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开始松绑防疫规定，很有可能是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非常的不乐观。理论上面，松绑防疫规定是很多民众非常期望的结果，但有些人却反而是更加的担心。有专家提醒，全中国有 15% 的老年人没有完全接种疫苗，如果松绑疫情管制，势必会造成大规模的人群感染。而且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也不平均。开放后或许会让资源不足的地方面临医疗崩溃的危机。有专家认为，现在就谈松绑或许有点太快了。目前中国更好的方向应该是先准备好更有效的疫苗，健全医疗体系以及民众的心理建设。因为有些人也认为，中国社会其实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如果现在就学国外躺平，反而会让人民不敢出门，更担心、更害怕。毕竟有些人已经习惯每天都要核酸检测，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每天都可以确定自己很健康。但如果取消每天检测，心里就会觉得很不踏实。而且原本检核站是免费检查，但关掉之后，因为到处都还是要扫码，所以大家要检查就会变得非常的麻烦，甚至可能还要自己想办法花钱去检测。不过以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资料中国大部分的声音还是非常支持政府的决策。面对刚刚提到的那些质疑，有专家认为，这一次政府调整的宗旨仍然是人民至上。他们强调，现在病毒潜伏期很短，重症也很少，大部分都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所以虽然疫情有可能会稍微的升温，但并不会那么的严重。换个角度来看这反而是讨论松绑的好时机。毕竟病毒变了，策略跟着改变也很合理。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发文表示，新政策绝对不是要放弃防疫，而是因应疫情的新发展，中国一定会继续的控制疫情，避免疫情大规模的爆发。他说，如果是不严重的地区，那就不用像过去那样子集中隔离，只要改为居家隔离就好，这样资源就可以被有效的应用。所以中国政府这个新政策非常好，这个政策是里程碑式的通知。也有人认为除非完全锁国，不然动态清零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且扫码做核酸的规定依旧没有改变，只是频率减少，这样子反而不扰民所以政府的调整是兼顾经济跟防疫的好做法。好的，那看完了两边说法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各地新政策实施的状况吧。其实一开始因为中央给的资讯没有很明确，再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疫情不太一样，所以各地方政府执行的状况就差很多。有些地方跟着指引走，例如像是海南三亚或者是福建福州市都开始取消或宣布暂时不再实施全员核酸检测。有些地方因为疫情的升温不敢大方向的转弯，继续的维持现状，像是重庆市依旧实施封控，而广州、海珠甚至宣布5度延长封控。不过也有地区是先开放之后又紧接着取消松绑，像河北的石家庄就在1个礼拜之内2度大转弯。一开始他们大动作的宣布松绑防疫，不做核酸也不用扫码，但这个决定却引发了社会恐慌。再加上石家庄疫情并没有趋缓，所以最后石家庄又重新宣布，连续5天全市都要进行全员核酸检测。那因为各地的状况混乱，所以10天之后，中国官方又另外发布了4文件，再次强调坚定落实动态清零，依旧坚持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伤害。不过中国政府也明确的指示，地方政府应该要调整隔离封控的范围以及筛检次数，反对地方政府一封了之。从2019年底武汉爆发第一起的案例开始这将近3年的时间，全世界都被疫情搞得人仰马翻，很多的国家还有政府人民都非常希望解封的到来。有的国家早在2年前就开始实施跟病毒共存政策，那到了今年呢，几乎全球都陆续的解封，只有中国还是维持大规模的封城、全员核酸的防疫手段。有些媒体甚至会说，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后一个还有在全力防疫的国家。那过去我们常常都会猜中国之所以这么坚持要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是想要证明他们的体制比较好，他们的国家的整体实力足以作为全世界的表率。不过当疫情的战线越拉越长，这种不惜撼动国本也要最高规格的防疫手段，或许也很难继续坚持了。因为要是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倒下去，那中共统治也会越来越没有正当性。那么觉得这边很讽刺的是，即使出现了这么多的民怨，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手软，不断的维持各种让人傻眼的防疫手段，一直到经济冲击真的太大才开始打算放宽。但尴尬的是，如果
果现在他们大转弯，那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似乎也有点像是在承认，就连中国也无法击败病毒，而且还必须要走上跟别人一样的路。所以当官方在宣布放宽的时候，又会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而这种暧昧不清的态度，又很容易让民众或者是地方政府无所适从。那么中国的防疫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的，那这一次中国要开始准备放宽疫情管制，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早就该松绑了，那种强力的管控对民众的伤害可能还比病毒更严重。B，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继续坚持，让全世界看见人类是可以战胜病毒的。自己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我觉得不管中共做什么，民众都很可怜。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防疫优化措施。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北京四通桥事件以及中国4月之声。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